日本作为战败国，自二战以来，受和平宪法以及美国压制等原因，军事发展以防卫为主。近年来，随着美国管控的放松及日本对进攻能力的追求，日本提出了攻势防御思想。2018年12月，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正式提出将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改装为多用途防御型航母，并配备 F-35B 战斗机。日本海上力量开始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卫政策。从外观上看，改装之后的出云号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外界一直有个疑云，就是出云号到底算不算航母？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经过日本航母化改造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大型直升机驱逐舰，也为海上自卫队有史以来最大的作战舰艇。本级舰共有2艘，首舰 22DDH 于2010年完成防卫预算下拨，预算规模为10亿美元。2号舰 24DDH 在2012年完成防卫预算下拨，首舰于2013年8月6日下水。依照日本古国而命名的出云号，本级舰除了舰体规模较前级日向级更为庞大外，还有日向级所不具备的2栖部队运输能力和海上补给能力。舷侧设有2栖部队滚装舱门，舰尾设有燃料纵向补给设施，多任务能力有较大的提升。2014年9月，出云号首次离开七庄码头，开赴外海海事。于2015年3月，在海洋联合公司横滨机子工厂交付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举行交舰成军仪式，成为第1护卫群的新旗舰。2号舰舰体2015年2月完工，2015年8月27日下水，命名为加贺号，继承了2战珍珠港事件突击航母之一加贺号航空母舰的舰名。出云级是日向级的放大改良版，仍沿用全通用式飞行甲板、右舷舰岛等类航空母舰布局，全舰长增至248米，飞行甲板宽38米，吃水7.5米，尺寸几乎比日向级大了50%，可容纳14架直升机，同时起降操作5架直升机，标准排水量达 1.95 万吨。其 2.7 万吨的满载排水量竟然超过意大利海军 1.38 万吨的加里波第号航母，西班牙 1.7 万吨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号航母和英国皇家海军 2.1 万吨的无敌级航母。主发动机为4具 LM2500 燃气涡轮机，单机功率可达33600马力，使其最大航速维持在30节的水平。舰上的电力由 LM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提供，每个机组功率约6000马力。出云级无论外观设计还是武器装备设计都无限接近航母。与日向级相比，出云级的点防御能力更强，它装备有2座拉姆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2座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这2种近迫防御系统采用共同的基座与电子元件。这4个武器分别设置于前段舰岛底部右侧的舷外平台、舰体前部左舷外平台以及舰尾两侧的2个舷外平台。值得注意的是，日向级有1座导弹发射装置落于飞行甲板前部，会对固定翼飞机的作业造成阻碍，而出云级则将所有近战系统安装于舷侧，不会对飞行甲板产生影响，使其更像现代航母。出云级的航母特性还表现在其载机的能力上，它的飞行甲板和机库布局显然不满足于搭载直升机，它还能搭载固定翼战斗机、旋翼飞机乃至无人机。不同于日向号，出云号的一部升降机由飞行甲板中心线移到了甲板边缘的位置，甲板宽度显著增加，而为飞行甲板上的机群提供弹药的升降机数量也由2部增至了4部。此外，出云级另外设置了日向级所没有的车辆滚装甲板，可容纳 3.5 吨级卡车50辆，舰上还可储存3300吨的补给用燃油，能够为3艘海上自卫驱逐舰进行海上燃料补给。舰上编制470名官兵，并且可另外搭载500名人员。也有数据宣称，出云级最多能容纳4000人。随着日本附近海域防卫情势的急剧变化，2018年12月，日本内阁正式批准将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改装成为能够搭载具备短距起飞能力的 F-35B 战斗机的航母。2019年12月30日，日本防卫省批准了2020年裁员预算，为出云级的升级改造提供资金支持。虽然出云号早在项目之初就被设计成具有搭载大型固定翼飞机的能力，
但对于搭载 F-35B 这种重型垂直短距起降多用途战机，仍需进行大量的改装，主要包括甲板重新设计、耐灼烧强化处理、机库改装等等。将出云级改装成为真正的航母，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对飞行甲板进行加强，以承载 F-35B 战斗机的重量，以及垂直着舰期间发动机喷出的热流，在其舰首改造安装滑跃甲板。滑跃甲板可以进行模块化在陆地建造，费用约为610万人民币。考虑到滑跃台的重量可能在500吨左右，因此出云级的舰体也需要进行改装，比如舰首加强加固。同时，由于重心前倾，也需要在舰尾增加1000吨左右的重量，维持舰艇的平衡。出云级不仅需要加大舰首，还需要扩大舰内区划，增加舰载机的应用性。同时，排水量上升之后，还需要对主机进行改造，从而维持原计划的航速。虽然出云号的甲板具有足够的耐热性，可以承受 V22 鱼鹰的余温，但考虑到 V22 的余温远低于 F-35B 垂直起降时升力风扇和主喷口喷出的高温燃气流温度，因此需要对飞行甲板涂层进行耐热化改造。出云号已于2021年7月完成第一阶段改装，包括甲板标识线和耐热涂层。机库改造是出云号航母化改装的重点。由于 F-35B 对装备维护、燃料、弹药储存、系统测试的能力要求远高于出云号传统搭载的反潜直升机，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造，包括加大航空燃料和飞机弹药的储存空间，安装专门的维护测试设备，重新设置各种损管、温控、运转系统等。推测改装后的出云号 F-35B 搭载数量大概在10架左右。一方面是由于机库改造导致机库空间减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需要保留几架直升机负责常规的直升机驱逐舰任务。也有消息说，改装后的出云级能够携带多达28架各类战机，包括12架 F-35B 战机、8架 V22 鱼鹰运输机和8架反潜搜救直升机。2021年10月3日，在驻日美军的协助下，派遣延国基地隶属海军陆战队的2架 F-35B 顺利起降出云号飞行甲板共4次，完成航母的出街起降验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记者会上发布消息称，正在进行航母化改装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在4国海域实施了可短距离起飞和垂直降落的作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隐形战机 F-35B 进行起降试验。据称，目的是为了航空自卫队引进 F-35B 梳理出课题，确认其可以起降。出云号改装后，其战斗能力将有质的飞跃。过去，出云号搭载直升机，作战半径小；搭载固定翼 F-35B 舰载机之后，出云号作战半径能够从200多公里扩大到900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作战半径，意味着出云号可以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对陆上、海上目标实施攻击。此外，出云号过去无法对付一些大型的驱逐舰，有了 F-35B 之后，它对大型驱逐舰、护卫舰或2栖舰艇都可以实施打击，作战能力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同时 F-35B 还能够与很多舰艇联合作战，这也将极大的提升它的作战能力。之所以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认同出云号是航母，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能够搭载固定翼舰载机的航空平台才算是航母，而搭载直升机的航空平台不能算作航母。但无论如何称呼，采用全通甲板、右置舰岛、甲板下机库、飞机升降机等标准航母外形和结构设计出的出云号，的确具备了一艘航母的功能。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请持续关注我们，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